Foods 买得到这个台湾的豆浆，这个蓝色真的非常的纯肤色，超级好看。我觉得在这里的生活相对来说就是，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刚好要准备出门去买菜。我们每个月月初都会抓一天出来，去把这个月需要的 groceries 买一买。因为在美国就是到哪里都很远，所以我们就会比较习惯有一天去把需要的东西备货都采买完毕。那我们之后这个月就不太需要再一直出门。那就想说，刚好可以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平常我们都会采买哪些备品。好，那我们出发吧。May I get 1 pound of bone-in short rib? Anything else for you? That's it, bro. Thank you. 最后去拿个燕麦奶。你现在再来一趟Trader Joe's买一些需要的东西。先来买个玉米笋，玉米笋在美国不好买，可是 Trader Joe 买得到，所以每次来 Trader Joe 我们都会补货一下玉米笋。然后来买一份这个 lamb shoulder， 现在要去找很好吃的海苔饼干。就是这个真的超级好吃的，刚才好像不到5分钟就吃掉一包了。跟喜欢吃麦当劳薯饼的人推荐一下 ，Trader Joe 这个薯饼气炸完跟麦当劳薯饼几乎一模一样，而且便宜非常多。所以我们有时候早上真的很想吃薯饼的时候，我们会炸这个来吃。我们很喜欢吃这个 Greek yogurt， 有时候会买 Whole Foods 的，有时候会买 Trader Joe 的，但今天想吃这个，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炸红葱。我们偶然发现的，真的很方便。我们买了它之后，我们后来在做什么猪油拌饭啊，或者偶尔有一些菜想要撒红葱，我们就不用再自己炸，然后它也没有什么油耗味，然后脆脆香香的。我们已经回购过2包了吧，所以现在家里还有。那这次就先不补货。我们回家了，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们刚刚买了什么。首先呢，在 Whole Foods 买了这个 short ribs， 这个是带骨的那种牛小排，然后我们会拿来炖肉啊，或是煮汤，这个都很好用。然后还有这个是 chuck roast， 来切一切，然后炒菜的话很不错。我们还买了牛奶，但是这个我们其实没有喝过，可是因为平常喝的那款没有找到，所以就试试看这个，看好不好喝。然后还有 Whole Foods 买得到这个台湾的豆浆，超级喜欢，但是它很容易变质，所以有时候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它可能保存期限还没到，可是已经长得有点那种豆花状，那就是已经变质了。所以就是瑕疵品的几率蛮高的，但今天看起来很好，所以直接买了2罐，还买了个 Oatly 的燕麦奶，然后再买了一份 Burrata， 很久没吃了，我们很喜欢拿来配水果或是配面包。或是有时候配意大利面都非常好用。在 Whole Foods 还买了面包，我很常会去直接买这样一堆面包，然后回来冷冻。那这样平常早餐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气炸就非常快。
这个是在他们的面包区买的 Cranberry Pecan， 我记得它以前是一个圆的，但是今天去看是长得像这样一个长条的，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面包，但感觉很像，所以还是直接买了。然后他们都有那个切面包机嘛，就可以直接先把面包给切了，非常方便。然后这个是 Croissant Toast， 应该是稍微比较不健康一点，因为应该比较油，可是它很好吃，一样是气炸完，然后就跟一般的吐司一样，我们有时候就拿来做 sandwich 啊，或者就做酪梨吐司。然后买了一个意大利面，一个松露酱，这一定是我男朋友买的，因为他很喜欢吃松露。还买了这个 Undercover 的 Chocolate Quinoa， 这个真的很好吃，它是巧克力加上那个藜麦，然后还会有一点小碎片在里面的感觉。我之前是买 Costco 那种大包装的，它就是黑巧克力海盐口味，然后只有在 Whole Foods 有这个其他口味可以买。所以我是去 Whole Foods 的话，我就会买这个其他的口味来吃。再来呢是 Trader Joe 的部分，我买了一个这个羊肉片。这个很方便，我们会拿来炒菜，像如果想要炒什么芥蓝羊肉啊、空心菜羊肉啊，它就是一个很适合拿来炒的羊肉片。然后之前吃火锅的时候，我们也有拿来就是当肉片煮过，也是 OK 的，好用的羊肉片。买了份 tortillas 可以做卷饼，有很好吃的薯饼，吃起来跟麦当劳薯饼超级像的。补货优格，这也是我们很常吃的其中一种优格。哦，薯饼买了2份，然后买了一个这个芭乐汁，它应该是芭乐加桃子，然后又有葡萄汁的一个 blend。然后买了一支这个小甜酒，本来想要买另外一支白酒的，但是找不到，所以后来就买这个。这是一支比较甜的酒。然后如果喜欢喝酸一点或者是就是 dry 一点的话，这支就不太适合。但如果是喜欢喝小甜酒的话，这很不错。买了一个这个豆腐，但我们都把它拿来当豆花吃。再来是这个我超级喜欢吃的海苔饼干，是有一点那个米饼的感觉，然后跟海苔不会太咸，口味也不会太重，觉得是一个很香的小零食。然后这是我偶尔有时候会喜欢吃的，就是 chili lime 的炸猪皮吧，猪皮片。我们最近超级喜欢的小甜点芝麻麻薯饼，它的口味跟它的口感都做得超级好，我们非常喜欢，直接买了4盒。来就是玉米笋，在这里玉米笋没有很好买，每次都要去 Trader Joe 买，所以我们就直接带了2包。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赶快把东西拿去冰。整理完花了，这次就选了个黄黄白白，然后配上点绿色植物的配色，这样就整个很夏天，喜欢。大家早安，今天早上呢要来吃蛋饼。我们最近很喜欢用米纸做蛋饼，就虽然这里也买得到益美蛋饼皮，可是益美的蛋饼皮煎起来还是稍微有比较油一些，然后米纸就完全不会。而且益美蛋饼皮，我记得它1份才5张，然后米纸的话，它就是买1份差不多价钱，可是超级多张，然后你可以做很多片。所以我们现在早上都是用米纸做蛋饼。然后我很喜欢在米纸上加这个，这是我上次回台湾我妈妈给我的，它是明德的蒜辣椒。它就是很单纯的，就只有蒜头跟辣椒而已。然后我觉得它没有非常辣，
我算是中等能吃辣，但我觉得这个辣度大概就是轻微，然后它的蒜头的香味就非常的足够，所以我也喜欢早上用它。今天等等吃完早餐就要再来上班一下，然后晚上会跟朋友去吃个饭。好，那我去吃早餐啦，拜拜。等一下来上班了，所以先帮自己弄一杯咖啡喝。我很喜欢喝抹茶咖啡，就是我在外面点，咖啡我很喜欢点，就是先点个 matcha latte， 然后再跟他说帮我加1份的 espresso。那其实做法就跟网络上大家在做抹茶是一样的，就只是多了1份浓缩咖啡这样。我最近很喜欢用这一颗，这个是 Corto。然后我们就只需要把它们组合起来就好了。如果你们喜欢甜一点的话，可以自己再加糖或者加蜂蜜。那我自己平常是喝习惯了咖啡不加糖，所以我就没有再额外加糖。不过我做抹茶咖啡的时候，我用的抹茶粉会比我平常单纯喝抹茶拿铁的时候再用的少一点，因为抹茶会苦嘛，然后咖啡也会苦。那如果2个加在一起，然后奶又不够多的话，有时候会觉得那个苦涩味比较明显，所以我都会酌量减一点，提供给你们参考。嗨大家，今天是端午节，然后我们就很想吃粽子，查了一下发现好像没有很复杂，所以就想说，那我们就试着自己来包包看。而且我们刚刚去亚超发现它也有卖粽叶，虽然说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在台湾吃的是一样的，但我们也只有这个，所以就试试看。这是我们准备的料，就是炒过的糯米，然后香菇、栗子，然后肉，还有咸蛋黄。因为家里没有虾米了，所以这次就没有炒虾米。中间交叉，然后应该是这样，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感觉深度有一点没那么深。然后放个香菇。肉，栗子要塞在中间，然后再放个咸蛋黄。上面是捏起来的意思吗？应该是吧。然后折去一边是不是？那我这边就开啦。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哦，我好像知道了。噔，至少有一个三角的样子吧。刚刚包的粽子们看起来好像还行，好，拿去蒸。粽子蒸好了，来吃吃看，很香耶，真的有那个粽叶的香味。糯米
你完全有那个粽叶的香味，就是入味进去，很香。这个食谱不错，自己包的粽子就是用料可以很丰富，看有咸蛋黄，然后栗子、香菇，然后因为我不吃太肥的肉，所以我这次这边是用猪肩肉。猪肩肉很好吃哎，不会说太干，还是蛮有那种嫩度的。虽然在包的过程觉得包的好像很失败，可是我觉得内容物本身是非常好吃的粽子。成功。我们现在出门一下，因为我们想要去家里附近的 Outlet 看一下 Adidas 跟 Nike 有没有我们觉得喜欢的世足的衣服。因为我们最近都在看足球嘛，然后也发现他们这一次的蛮多队的衣服蛮好看的，所以想说去实体的店面逛一下，试穿看看。有喂，就是球衣，也有足球。好看的耶，但我觉得我好像可以买小孩子的就好了。找到 mini ball 了，可爱耶，就这个这么大而已。我们刚刚从 Outlet 回来了，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在 Outlet 挖到了什么好东西。当当，超级好看的，我是在 Nike Outlet 的店找到的。但它的价格其实跟官网的原价是一样的，它没有特价。可是官网已经全部sold out，然后刚刚整间店也就有这一件，我就想说必须拿下。这次这件跟 Jacquemus 联名的蓝色真的超级好看的，然后它背后的这个烫字也是有质感，有一点厚度的那种胶印，尤其是这个刺绣真的做得很精致。给你们看一下穿上身的感觉，这个蓝色真的非常的纯肤色，超级好看。然后背后呢就是一个大大的 Friends。我之前其实是买大啦，这个是男生的 L 号，但我想说没关系，因为它的版型是作为 oversize 也很好看的一个版型，然后我也可以跟我男朋友一起穿，所以另外一件就是刚刚去 Adidas 挑到的阿根廷的球衣。这件它的做工真的就是稍微普通了一些，它前面的这些脚印，还有包含它的背号啊跟名字，就都是普通的一般的那种脚印，就没有特别的精致。这件真的就是纪念价值大过于衣服本身的价值。给你们看一下穿上身的感觉。这件的 size 就比较符合我，这个是男生版的 S 号。他们这次还有出，就是这些标都是刺绣的 authentic 版本，还有一个更精致的是球员版。那刚刚在那边都试了一下之后，authentic 版本的衣服比较厚一些，然后中间这些蓝色条纹部分的颜色也稍微不太一样，领口也是做微微的 V 领，然后领口这边的布料也比较厚实一些。然后球员版的衣服材质就完全是那种运动用的排汗衫。试穿完后觉得这件普通版的呢最符合我平常想要在家里当一个舒服的家居服穿的感觉，所以最后就选这款。然后呢，我们还买了这颗世足小球，这颗真的非常的小，看它跟我头的比例尺就这样子而已。这也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小东西，而且它的材质不是一般的玩具球，它是真的是足球那种材质，感觉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这也蛮适合当做一个小礼物的。早安大家，今天是周日。虽然我们平常都在家上班，但我们还是有去帮自己定上班日跟周末，然后尽量就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在周间完成，然后不要带到假日。那假日就比较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啊，或者说我们两个就看看电视、看看电影这样子。所以每次到假日还是会蛮开心的，有一种小放假的感觉。
但是呢，因为这次的案子下周一要交一个 milestone， 那我就在想说，我还是今天再稍微多做一些，那下周一我就只需要简单的整理一下就可以交付档案给 client 了，所以今天要小加班一下。好，那就先这样，去煮个咖啡，等等就去上班。我上班真的超级喜欢吃东西的，尤其是吃软糖，就它可以让我一直嚼，然后我就有点无意识的继续在做我的事情，可是我嘴巴有东西可以咬。然后这个那个之前超级有名，可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一款。这款是它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它写 juicy， 就是有一点点流心状的。它普通的那一款就是单纯软糖，然后外面有那个糖粒嘛，然后比较小一颗。然后这个稍微再大颗一点，咬起来也比较软一些嘛。我觉得这款很好吃。新的这个系列我好像只有找到草莓这个口味。如果你们知道有其他口味的话，拜托告诉我在哪里买到的，因为我很想要试试看别的口味。我觉得它这个系列有比它原本的那个小小颗的系列好吃。我们今天中午不想煮，所以来家里附近的这间新疆菜买午餐吃。我们买完了，刚买了一份韭菜盒子，一份大盘鸡，还有这个 yogurt drink。我很喜欢他们家 yogurt drink， 我每次来都会买一杯。你不是买一杯，你买2杯。我自己喝一杯，是你要喝，所以再买一杯，所以总共我自己是1杯，没有错。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这就是我平常在美国中部生活的样子。我觉得在这里的生活相对来说就是很单纯、很简单啦。我们就是在家上班嘛，然后买菜煮饭，偶尔跟朋友约吃个饭啊，然后再偶尔去附近的城市走走，就是非常的平淡，但不是不好的意思，就是平平淡淡的、开开心心的这样子。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一点怎么说 FOMO 吗？就是好像你窝在一个小角落，然后你不是很确定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你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但有时候想想又会觉得，就是这种很 personal、很专心在自己身上的日子，其实过起来也蛮开心的，就好像少了很多内耗啊，或是我觉得烦扰会少一些吧，就你也遇不到什么人，你也不会受到一些外在的事情的影响啊，然后也不太会被其他人的生活去，就是让自己有压力嘛。怎么说？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算是很晚才决定出国来念书跟转职的，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我的人生一定就是在某个阶段会有比较。会有点压力吧，是当你看到你的同龄人跟你有着不一样的人生道路，或者说我跟他们有不一样的人生道路，然后就是很容易会去因为他们的一些日常啊，他们的生活状态啊，相对来说你也会去影响你自己的心态嘛。那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的环境一定是 toxic 的，有可能是你自己的心态不够健康的时候，很容易会看到他人好的地方，然后就会惩罚自己嘛，觉得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都要练习放下的课题。好，但我觉得就是这一串，这个可以改天再分享。我觉得这段心路历程，我也是
有经历过转变一些想法之后，我才就是活到现在这个状态，一个健康开心的状态。总之呢，这就是我现在在美国中部这个大乡村平常生活的样子。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